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贵州六盘水。刚刚我们去看了北盘江大桥，非常宏伟也壮观。那准备走的时候，碰到一位当地的村民，他向我们介绍，他说这个附近呢有一座很独特的挂壁公路，非常的与众不同。我马上呢就查了一下资料，发现果然如此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在这个挂壁公路的路口这里，前方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挂壁公路肯定是在那种大山悬崖上开凿的，这里离北盘江大桥就2公里，很方便啊。现在我们就来体验看一看这个与众不同的挂壁公路。挂壁公路就在那里。挂壁公路其实我们看了很多，最有名的可能就是郭亮村的，然后走到云贵川，其实能够发现特别多的挂壁公路，因为它很多这种村落啊都是在大山里面山上，那出行的话就要修建这样一条与众不同的公路出来，所以来到云贵川可能不稀奇。我走了这么多挂壁公路，感觉最惊险的可能就是重庆莱茵大峡谷的那个挂壁公路，那个完全是在悬崖上平面上开凿的一条道路。那这里呢同样是如此。我们现在看到这条挂壁公路，那个是有水泥有护栏，那大家猜一猜它是什么时候弄好的呢？我在网上看了一下，它是在2021年年底的时候才硬化了。以前这条挂壁公路呢就完全是沙土黄泥土路。这条挂壁公路这明显看得到是非常小的，只能1辆车通行。反正这样的挂壁公路啊，如果没有护栏，我是不敢走的。我现在也不打算走，我就把车停在路口。再往前走一点，旁边就是几百米的悬崖。它这个挂壁公路呢，叫做夏科特挂壁公路，就是连接着那个村落。你想一想，那些村落如果没有这条路，它进出的话怎么办？就跟我们去年看莱茵大峡谷，它可能就是翻山越岭。我们明显可以看得到，那个下面这些山上有一条小路出来。那这条道路没修建之前，可能就是这样行走的。在云贵川这个山上，遍地都是房屋。其实从山脚下到山顶开车是很不好开的，就是盘山公路。包括我们今天去看北盘江大桥也是如此，桥在这里过去一点点就到了。我以前听说山区不容易，现在是真正的体验到了山区出一趟门是非常不方便的。你像那些山上面的，他如果要下来，看起来没多高，但是开车的话要非常久。那以前没有汽车，只有自行车，怎么办？这个是那个墙壁，当年开凿挂壁公路的一些痕迹还能看得出来。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当年放炸药进去的。这石头好多都有裂缝啊，我非常害怕。它这些有些还像那种石灰岩一样堆积起来的。这条挂壁公路以前不光是没有硬化，连护栏都没有，都是2021年年底硬化和有护栏的。真的佩服这些之前的村民，没有硬化，敢走这样的道路。他这些修建这道路的时候，基本是靠人工，因为这条挂壁公路修建的可能时间早一点，硬化的话比较晚。你看，全是这种痕迹。明显的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凸出来的，跟下面这个是平行。那这一块相当于就是挖出来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很有可能就是人呢，从这个山顶掉下来，再浮在空中这样打，因为下面就是悬崖嘛。一般挂壁公路都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说是非常不容易，非常辛苦。现在村民进出方便了。我们看一下这里，几百米啊！说真的，每次走在这样的挂壁公路，都有点胆战心惊。现在是有点硬化，如果当时没有硬化，你敢走吗？那如果是碰到雨，或者有点坑，那就太吓人了。给大家看一看
多么恐怖啊！怎么样？吓人吧？这个挂壁公路又是上坡下坡的，就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地方会车怎么办？如果大家都不打喇叭，都走到中间，这个就麻烦了。反正我走贵州这个山路一路打喇叭，但是我在路上呢，极少数看到有人打喇叭，特别是乡村道路都没有。就像我昨天去北盘江大桥，还有今天从北盘江大桥下来的时候，那个有很多那个游客去嘛，都是开车，没有打喇叭的。在这里啊，看到一个东西，这个石头感觉到快掉下来，这有点危险了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去整理。这明显你看，裂缝刚好就在路上面，所以开车的话一定要小心。反正走在这里，我有点担心，就是生怕上面会有落石，因为看得出来上面很多石头啊，感觉有点松动一样的，它有点那个裂缝。这挂壁公路大概到我现在这个位置呢，就差不多结束。整体长度的话，可能就是300-400米，不是太长，但是现在有硬化了，确实好。我就一直在想，他们之前没有硬化，怎么有胆子开这样的路啊？又小又窄，那窄的地方可能都不到3米。那里还有一个单独的石头屹立在大地上面，像一个松龙一样的。再给大家看一下贵州的山区，包括云南也是一样的，它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分散的。这挂壁路就到这里结束了。这边呢就没有护栏了，因为相对来说宽敞一点。我们打个比方说，这没有护栏，如果这里就是墙壁，那这么窄，开车是不是就比较危险？这硬化的时间不长啊，还不到1年。反正大家如果来到云贵川看这些挂壁公路都不稀奇的。所以有这样一句话嘛，我们经常说某个路比较危险，那但是呢，就有很多网友会评论，在云贵川这些地方就习惯了，都是小问题。特别是我们去西藏，可以看到很多川开头的那个车啊，超车。那么有一些人就会说，这是因为川渝的司机他经历的太多了，就是说这边的道路与众不同，比较难开，他们开的次数多了，技术相对来讲就比较高，这是一部分人这样说的啊。我看到一个让我吓一跳的，那个地方是挂壁公路，但你看一下这顶上这个石头，裂缝这么大，这个让人害怕呀。大家说是不是？这些石头全感觉有点松动了一样。那这个呢，裂缝特别大，可能弄不好都有10来公分。那中间还有很多细的。哎呦，住在这个地方，走在这些地方不容易啊。其实说真的，这种挂壁公路，很多老司机都不敢开，女司机更会吓退不少，因为确实太小了，有恐高症的人也不敢看，特别是你一个人的时候。假如说是你，敢走这样的挂壁公路吗？